妈，我今天就教教你怎么做人。第一下，教你懂规矩。我和强子的钱那是我们小家的，你凭什么天天惦记？那是我的陪嫁花瓶，跟了我30多年，就这么碎了。第二下，教你什么叫识相。你们老两口名下3套房，800多万拆迁款，每月1万2退休金，给过我们1分吗？留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带进棺材里。那盆栀子花我养了6年，今年好不容易开了10几朵花，现在全没了。第三下，教你怎么当婆婆。我嫁到你们赵家10年，你给过我什么？连个金镯子都舍不得买，你配当婆婆吗？我的眼泪涌出来，但我没出声。第4下，教你怎么疼孙女。你孙女想上私立幼儿园，1年才几万块，你都不肯掏。你这当奶奶的有什么用？买条破链子就想糊弄人。第5下，教你怎么做人。我们买房买车装修，哪次不是我们自己凑的钱？你们老两口守着金山，连手指缝都不肯露一点，对得起赵家的列祖列宗吗？妈，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要么你们把1套房过户给我们，再拿200万出来，以后养老我们管；要么你们就从这家里滚出去，我们不管了。王丽打完了，表情得意。老赵还是没动。爸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连个屁都不放。老赵，我以为老赵会像过去无数次一样说一句算了，但是2秒后老赵动了，缓缓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那是一张黑色的卡。王丽知道那是银行的黑金卡，存款低于600万办不下来。老赵没理任何人，他的眼睛只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眼泪流得更凶了，语气不容置疑。我接过了那张卡，他脱下自己的夹克外套披在我身上。小雅，走了。女儿立刻走到他身边。爸，你什么意思？今天家里请客，你总是让大家怎么看？我们赵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为了一个外人，你连儿子孙女都不要了。她不是外人，她是我老婆，是我孩子的妈，是我赵大柱的家人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才是外人。他说完拉起我的手，我还处于震惊中，任由他拉着。反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赵大柱，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我就让你儿子跟你断绝关系，你以后别想见孙女。爸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，孩子怎么办？房贷谁还啊？老赵停下脚步，转过身。从今天起，你们的事儿跟我赵大柱再没半点关系。你们欠我的，我不要了；我欠你们的，也还清了。声音不大，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他扶着我，头也不回地走出门。你个死老太婆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个死老太婆，去干嘛呀？3个人穿过小区，保安投来好奇的目光。我低着头，老赵的夹克几乎把我整个人都包了起来。走到小区门口，冷风吹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老赵拦下一辆出租车，他先把我扶上车，然后是女儿，最后他自己坐进来。师傅，去最近的5星级酒店。车子启动了，小区门口的灯光在车窗外迅速后退，车里很安静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几眼，没说话。我一直无声地哭，眼泪打湿了手里那张卡。老赵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纸巾，仔细地擦着我脸上的泪痕和嘴角的血迹。疼吗？以后不会了，我保证。走进房间的那一刻，忽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我们真的离开那个家了。压抑了20年的牢笼就这么轻易地走出来了。我坐在沙发上还在发呆，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卡。老赵走过来，
从我手里轻轻拿过卡，放回自己口袋。淑芬，委屈你了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失声痛哭起来。我抱着她，把20年的委屈和痛苦全都哭了出来。女儿站在一边看着我们，眼睛也湿了。这个夜晚注定无眠，我哭了很久，哭到最后，累得直接在沙发上睡着了。老赵把我抱进卧室的床上，给我盖好被子。他走出来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恢复了惯有的平静。他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夜景。女儿也走过去，女儿问出了心里最担心的问题：爸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离开家很容易，可之后呢？王丽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反问女儿，语气很平淡。什么怎么办？老赵打断他，拨了一个电话。小陈，帮我办几件事儿。我名下所有绑定我儿子儿媳的银行卡全部冻结，现在立刻。另外，查一下我给我妈买的那套养老房，房本上写的是谁的名字，尽快回复。女儿有些震惊地看着他。我一直以为老赵是个性格软弱的人，在那个家里，面对儿媳的刻薄和儿子的冷漠，他总是选择退让和忍耐。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冷静果断。女儿忽然明白了什么。爸，你早就想离开那里了，对不对？老赵转过头看女儿。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护不住，那他就不配当一个男人。我总想着他是儿子，他是我儿媳，血缘这东西断不了。他自嘲地笑了一下。我以为我的忍让能换来家庭的和睦。我错了，有些人你越是退让，他越是得寸进尺。他不把你当亲人，只把你当成可以无限索取的提款机。今天他们动了不该动的人，你妈是我的底线。他看向卧室的方向，女儿的心脏砰砰直跳。她不是软弱，只是在等一个彻底爆发的节点。而今天王丽那5个巴掌，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老赵拿起来看，小陈的人发来的信息。老赵把手机递给我女儿看了一眼。赵总，房本上是您的名字。老赵拿回手机，又拨了一个电话。喂，刘律师吗？我是赵大柱，麻烦你帮我起草一份律师函，通知赵强和王丽，限他们一家在1周之内从我名下的房子里搬出去。对，那是我全款买的，用作给他们结婚的婚房，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还有，再帮我拟一份断绝关系声明，找个让是所有人都知道我赵大柱和那个家再无瓜葛。已经不是简单的脱离，这是釜底抽薪，是彻底的清算。儿子一家一直住在老赵给买的婚房里，那是一套140平的大房子，他们一直以为那房子是他们的，理所当然的住着。如果被赶出去，女儿简直不敢想王丽会是什么反应。爸，这样会不会太狠了？老赵冷笑。王丽扇你妈巴掌的时候，你想过她狠不狠吗？你哥坐在旁边玩手机的时候，你想过他狠不狠吗？他们把我当血包吸了20年，你想过他们狠不狠吗？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小雅，你要记住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被原谅，有些人你必须一次性把他打疼打胖，否则他会永远缠着你，像复古之躯。他说完，手机又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老赵看了一眼，直接挂断。很快手机又响，还是那个号码，老赵再次挂断。第3次响起的时候，老赵接了，他开了免提。电话那头传来王丽歇斯底里的尖叫：赵大柱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我的卡怎么刷不出来了？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在商场付款时被人笑话成什么样？赶紧给我恢复！赵大柱，你听见没有？别装死！老赵没吭声，转身去茶几上拿起保温杯，拧开盖子喝了一口。那卡里的钱是我的，我想关就关，用不着跟你商量。你这是虐待子女！我要去找街道办。随便。对了，你老公那张我也关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。连强子的你都敢动？赵大柱，你脑子进水了？那
是你亲生儿子。老赵扯了扯嘴角，他挣的那点工资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花的哪一分不是我给的？往后我不给了，让他自己想办法。随即传来王丽尖锐的质问：赵大柱，你给我说清楚！赵大柱，你给我等着！行，赵大柱，你有种，你现在就给我回来，给强儿赔不是，要不然怎么着？去我单位拉横幅，还是找记者曝光？王丽，我奉陪到底。说完，他摁掉通话，把这个号码也送进了黑名单。他转过身，脸上的表情恢复了平静。想吃啥？让酒店送上来。女儿盯着他看了好几秒，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陌生得很。第二天天亮，阳光从落地窗涌进来，把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的。我坐在窗边的沙发上，身上还裹着老赵那件外套，发呆，脸上还肿着，但眼睛里已经没有了昨晚的恐惧。女儿走过来，蹲下身，轻轻握住我的手。我回过神，冲她笑了笑。小雅，你醒了。我看着碗里腾起的热气，拿起勺子喝了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门铃响了，女儿跑去开门，是服务员推着餐车进来，小笼包、南瓜粥、煎蛋、牛奶，还有一盘切好的火龙果。醒了，快去洗漱，趁热吃。给你们买了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，看看合不合适。他说话的语气很平常，好像我们不是在逃难，而是在度假。我看着老赵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老赵，强子那边先吃饭。他打断我，把一碗粥端到我面前。往后你只操心一件事，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想干就不干。天大的事儿有我。我看着碗里腾起的热气，拿起勺子喝了一口，眼泪又下来了。但这次不是疼的。老赵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肘带，打开看看。我打开纸袋，里面是一本红色的房产证，还有一串钥匙。这是咱们的新家，2年前就买了，一直没住，上个月刚装修完。窗外阳光正好，照亮我手中那一抹红色。本来想等你生日那天再拿出来，现在看是等不了了。我翻着房产证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和老赵2个人的名字。地址是我没听说过的，叫云拓华庭。女儿偷偷拿手机查了一下，脸色都变了。那是全市最贵的豪宅区，一栋别墅要好几千万。我也反应过来，抬头看着老赵。老赵，这也太吓人了。没什么吓人的。淑芬，你跟了我大半辈子，从一穷二白到后来住进那个家，你受了多少气我都记着。以前我犯浑，以为多往你手里塞钱就行，给你买镯子买衣裳，家里存折都写你的名，这就叫对你好。是我糊涂了，钱给的再多，少了你最缺的东西，你的脸面，你的底气。这栋房子才是我该给你的，一个没人敢冲你嚷嚷，没人敢碰你一手指头的地方，一个只装得下咱仨的家。我抱着那个文件袋，眼泪又涌上来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老赵的手机忽然震了起来，他瞥了一眼，是老家三叔打来的，他没接。接下来手机就没消停过，屏幕上的人名换了又换，三叔、四叔、二姑、大舅、大姨，凡是沾边的亲戚全来了一遍。老赵看都不看，任他在桌上嗡嗡颤。过了好一阵，手机又一次亮起来，这次是大伯。大伯在家族里说话最管用，以前在县城当过个小官，最爱端着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子。大柱，你这次可是办得不像话了。我听你嫂子说了，丽丽动手是不对，我已经把她狠狠训了一顿。可你不能因为这点事儿就跟家里断了。你妈都气得住进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住院？什么病？大夫怎么说的？血压一下窜上来了，医生说得住几天瞧瞧。是吗？哪个医院哪个科室哪张床？我让我们公司卫生所的老周去查看一下，他可是从大医院退下来的，比县里的大夫强得多。电话那头一下子没声了，大伯那点心思被老赵扒得干干净净。什么住院，不过是逼他低头的苦肉计。大柱，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？你妈把你拉扯大容易吗？你现在发达了，更该念着她的好。你这样甩手就走，还停了卡，
让他怎么受得了？亲戚们背后怎么说？咱们老赵家的脸面还要不要？大伯，第一，我妈住院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她孙媳妇打了她儿媳妇，这口气是她自己找的。第二，我孝顺了20年，给他们买房买车还赌债，哪次不是我掏的腰包？我做的够多了。第三，老赵家的脸面，丽丽当着几十号亲戚的面连扇淑芬5巴掌的时候，你们谁想过老赵家的脸面，淑芬的脸面？现在你们跟我提脸面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跟那个家已经没关系了。以后赵家任何事都不要再来找我，谁再打电话来，别怪我不认人。说完，他挂了电话。屋里彻底安静了，那烦人的震动声也停了。老赵拿起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划了几下，他建了一个微信群，把家族里所有人都拉了进来，然后他打了一段话发了出去。各位亲友，本人赵大柱因与原生家庭理念不合，即日起自愿退出赵氏家族，以后赵家的一切红白喜事人情往来均与我无关，我母亲的赡养问题由其儿媳王丽全权负责，特此告知。发完之后，他没有犹豫，直接退出了群聊。然后他打开手机后盖，取出那张电话卡，2根手指一掰，啪的一声断成2截，扔进了垃圾桶。我看着他把电话卡掰断的那个动作，干脆利索，没有一丝犹豫。女儿也看愣了，半天才回过神来。爸，那咱们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今天先办正事儿。新家那边物业已经联系好了，下午就能搬进去。家具电器都是现成的，缺什么再去买。老赵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早就该想了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。以前是我没用，让你受了那么多气，从今天起，谁也别想再欺负你，谁也不行。女儿在旁边站着，眼眶红红的，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，照得整个房间暖洋洋的。我忽然觉得那5巴掌也许真的是老天爷在提醒我们该走了。车子开了快1个小时，拐进一条两边种满银杏树的大路。保安亭里站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，看见我们的车牌，立刻站得笔直，敬了个礼：“赵先生，欢迎回家。”老赵摇下车窗，点了点头，铁门无声无息地划开。我透过车窗往外看，路两边全是修剪整齐的灌木，隔几步就有一盏石灯笼，在远处是大片大片的草坪，中间牵着一汪人工湖，湖面上还游着几只白鹅。车停在了一栋3层小楼前，外墙是浅灰色的石材，爬着半墙的常春藤。到了。我下车，腿有点软。妈，这是咱们家？不是坐车坐的，是眼前这一切太不真实了。老赵已经走到门口，按了一下门锁上的指纹，门开了。欢迎回家。我走进去，脚下踩着的是一整块浅色木地板，光脚踩上去温温的，不凉。客厅朝南，一整面墙都是落地窗，窗外的湖水就在眼前，亮闪闪的，像铺了一层碎银子。沙发是米白色的，又宽又软。茶几上摆着一束百合，还带着水珠。妈，你快上来！女儿已经跑上了楼，脚步声噔噔噔的。我扶着楼梯扶手慢慢走上去。2楼有3间卧室，每一间都带着卫生间，主卧最大。床头柜上摆着我和老赵年轻时的合影，相框是银色的，擦得锃亮。衣帽间的门开着，里面挂着一排衣裳，全是新的，吊牌还在，有裙子，有外套，有家居服，连拖鞋都准备好了，2双，一双粉色，一双灰色。这是给我买的。去年去杭州出差看见的，想着你穿应该好看。我把脸埋进那件衣服里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下午搬家公司的人来了，不是老房子里的旧家具，而是几个大纸箱。女儿打开一个，里面是一本本相册。我抱着刚出生的女儿，老赵第一次发工资，女儿上小学第1天，全家去海边，全是这些年攒下来的老照片。还有一个纸箱里装着我以前养花的那些花盆、种子，连那把小铲子都在。
另一个纸箱是老赵的茶叶和茶壶，还有他珍藏的几本老书。爸，那些旧家具呢？不要了，那个家里的东西一件都不带。我心里明白，他说的那个家是儿子家，他这是要把过去的苦日子彻底翻片儿。晚上，女儿说想吃我做的饭。新家的厨房又大又亮，灶台是电磁的，连着火就热。冰箱里塞得满满当当，肉、菜、蛋奶，连调料都备齐了。饭端上桌，3个人坐在一起，吃得很慢，谁都没说太多话。吃到一半，老赵的手机忽然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他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没接，直接挂掉。过了不到1分钟，手机又响了，还是那个号。老赵这次接了，开了免提。赵大柱，你把我从群里踢了，你什么意思？那个群我退了，不是我踢的你。那你拉个新群啊！你把大家伙都晾着算怎么回事？没那个必要，以后各过各的，不用联系了。赵大柱，你真要跟我们断绝关系？你不想想你老了谁管你？你生病了谁伺候你？我有老婆，有闺女，不劳你操心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嘟嘟嘟的忙音。王丽先挂了。妈，你还好吧？女儿看着我，又看着老赵，小心翼翼地问：妈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他那些话我听了20年，早就不在乎了。老赵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没说什么。窗外的湖面上映着月亮，亮汪汪的，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，带着桂花香。我又拿起筷子继续吃饭。这顿饭吃了快1个小时，晚上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老赵也没睡，躺在我旁边睁着眼看天花板。淑芬，你后悔吗？后悔没早走。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没说话，把手伸过去握住了他的手。他的手很暖，很厚实，和20年前结婚那天一样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手机震动声吵醒。我拿起老花镜，点开链接。妈，你快看群！标题用红色大字写着：7旬老母被亲儿赶出府。视频里，王丽穿着那件她最得意的红大衣，站在老房子门口，哭得满脸是泪。我婆婆他们太狠心了，3套房几百万存款1分都不给我们，现在还把我们从一家3口流落街头。养了个白眼。评论区全是骂我们的，这种儿子不得好死，有钱就忘了娘，什么玩意儿？建议全网曝光，让他们公司开除他。我手抖得厉害，手机差点拿不住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颠倒黑白？明明是他先动手打妈的。老赵也看到了，他坐在沙发上，把那3分钟的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你再看一遍，注意看左下角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又看了一遍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左下角是王丽的手，她一边哭一边偷开手机屏幕，嘴角还微微翘了一下，那是笑，她在演戏。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闷得慌。爸，咱们怎么办？老赵站起来，走到落地窗前，背对着我们站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转过身，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。小陈，把赵强和王丽这10年从我这儿拿钱的记录整理出来，银行转账，王丽在微信聊天，在管我叫钱不爸那些聊天记录也截出来。挂了电话，他走回沙发，坐下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让它飞，飞得越高，摔得越散。不到1个小时，小陈就把文件发了进来，我凑过去看，整整10几页。2012年，赵强买车10万；2014年，王丽说想开服装店，我给了20万，加在一起将近200万。更让我心寒的是那些聊天记录，王丽在微信上语气甜得发腻，和视频里那个哭天喊地的可怜儿媳简直是2个人。这女人也太会装了。老赵把所有文件打包，让小陈在同一个公众号底下留言，留言只有一句话：这位哭诉的可怜儿媳10年间从公婆手里拿到近200万，聊天记录和转账证在此，大家自己看。我守在手机前，
不停刷新评论。过了大概10几分钟，第一条反转的评论出现了，紧接着第2条、第3条。我收回刚才骂人的话，这哪是不孝子，这明明是讨款机遇上吸血鬼。评论区的风向彻底逆转，我一条一条往下翻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但这次不是委屈，是觉得终于有人看见真相了。老赵端着茶杯靠在沙发上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我注意到他端杯子的手稳得很。这一局我们赢了，不是赢了王丽，是赢回了自己的日子。王丽的视频彻底成了笑话，她自己估计也看到了评论区，没多久就把视频删了，但已经晚了。截图录屏满天飞，各大群里都在转发。老赵的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王丽打来的，但不是骂人，是哭。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听起来可怜极了。如果不是刚才看过那些转账记录，我可能真的会心软。老赵听他哭了一会儿，只说了2个字：晚了。赵大柱，你非要逼死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删我就去死，我带着孩子一起去死，我看你怎么面对列祖列宗。随你。老赵说完挂了电话。客厅里安静下来，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湖面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妈，咱们真的不回去了？不回了。窗外太阳慢慢落下去，把整片湖水染成了金色。我刷新着手机屏幕，评论区已经彻底翻了天。200万，这女的10年拿了人家200万，还骂公婆是白眼狼，聊天记录截图都有，一口一个爸叫的真亲热，转头就把人家往死里整。建议这大爷他妈赶紧报警，这属于敲诈勒索了吧？我是律师，这些证据足够起诉了，不仅要还钱，还得赔精神损失费。你看这条，建议把这对夫妻列入失信名单，免得再去祸害别人。爸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？有什么好激动的？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。你妈挨的那5个巴掌，总得有个说法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不是亲戚，是王丽打来的视频电话。老赵看了一眼，接起来，但没有对着自己的脸，而是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屏幕朝上。王丽的脸出现在画面里，她眼睛红肿，妆容全花了，睫毛膏糊了一脸，和昨天视频里那个可怜巴巴的儿媳判若两。爸，我求你了，把那些东西删了吧，我那些同事都看到了，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啊？我知道错了，不该拍那个视频，可我也是被逼急了才那样的，你就不能原谅我一回吗？老赵终于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。你拍视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婆婆的脸往哪儿搁？有没有想过你公公的脸往哪儿搁？你发出去的那一刻，就该想到后。爸，您就大人大量饶我们这一回，我们保证以后好好孝顺您二老，再也不惹您生气了。王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旁边的赵强也在画面里出现了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老赵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手机。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来不及了，你发那条视频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；你煽动网友来骂我们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；你让你婆婆跪在地上挨巴掌的时候，更该想到有今天。老赵转过身，看着屏幕里的2个人，以后别打了，打了也不会接。老赵拿起手机，手指悬在挂断键上，他摁掉了通话。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没想到第3天下午门铃响了。我走到门口，透过可视门铃往外看，赵强站在门外，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睛底下青黑一片，像是好几天没合眼。妈，您开门让我进去说几句话成不成？我的手停在门把手上，没动。我回头看了老赵一眼。你想说什么就在那儿说吧。老赵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。老赵坐在沙发上，脸上的表情我看不太懂。爸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，你让我进去吧，外面冷。赵强低着头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肩膀缩着，像个做错事被罚站的小学生。他的声音抖得厉害。老赵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站在我身边。你媳妇儿打你妈的时候你在哪儿？赵强的头更低了。你妈挨了5个巴掌，你连头都没抬一下。你现在说你知道错了。赵强不说话。你回去吧。爸，我离婚了，王丽把我赶出来了，我现在没地方住。赵强一下子抬起头，眼眶红了。
我心头一紧，下意识看了老赵一眼。老赵的表情没变。离婚了？离了，他把我东西全扔出来了，说我没用，挣不到钱。赵强的声音越来越小。老赵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：“你名下那套房，下个月我要收回来了。”爸，您不能这样，那是我的婚房。那是我的钱买的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。我让你住了10年，够意思了。赵强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要不让他先进来？先别急，你先回去，过2天再说。赵强还想说什么，老赵已经转身走回了客厅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关上了对讲机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老赵，你说强子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离婚了？老赵没正面回答，而是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。小陈，帮我查一下赵强最近的情况，他和他媳妇儿是不是真离婚了？还有他最近在干什么？挂了电话，他转头看着我。等查清楚了再说，不能他说什么就信什么。第2天下午，小陈的回话来了。老赵开着免提，我坐在旁边听着。赵总，查清楚了，赵强和王丽没有离婚，前天王丽确实把他赶出去了，但当天晚上他就回去了，2个人还一起去吃了烧烤。还有，王丽昨天去房产中介打听过，问您那套房子现在值多少钱。赵强还在他几个朋友面前说，等您心软了，到时候多要2套，好像在策划什么。另外，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。知道了。老赵听完了一声，说知道了，电话挂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浑身发冷。他们不是真的认错，是嫌吸的不够，想换个法子继续吸。3天后，刘律师打来电话。赵总，王丽那边有新动作，他托关系在县医院开了张诊断证明，说是重度抑郁症，要起诉您和赵太太遗弃罪。他的理由是张贵女士年迈体弱，你们作为子女拒绝赡养，导致老人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。他还找了几个亲戚作证，说你们我听完愣住了，遗弃？我们遗弃谁了？那张诊断证明是真的吗？假的。刘律师笑了。开证明的那个医生上个月刚因为伪造病历被处分过，王丽给了他2000块红包。老赵了一声。刘律师，辛苦你准备一下，他要告，那就让他告。挂了电话，老赵又拨了一个号码。陈律师，是我，赵大柱。有个他开的是免提，想请你帮忙。我和赵小雅都听见了。陈律师是我们市最好的民事诉讼律师，以前帮老赵的公司打过官司，从来没输过。有人要告我遗弃，你帮我准备反诉，诽谤、敲诈勒索2条一起告。证据充分吗？充分，有他造谣的视频，有他伪造诊断证明的证据，还有他这些年从我这儿拿钱的所有转账记录。那就没问题了，这种案子我打一个赢一个。老赵挂了电话，看着我和赵小雅。他想玩，我就陪他玩到底。第2天，老赵让财务往律所的对空账户打了200万，往陈律师律所对空账户打200万。这是律师费和诉讼保证金，不够再加。爸，你觉得要打多久？少说半年。他要是有钱请律师，还能拖一拖，但他那点家底撑不过3个月。他拿起桌上的茶杯，喝了一口。他以为告我们遗弃我们就会怕，他不知道遗弃罪是要有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事实。他婆婆还在老房子里住得好好的，我坐在旁边听着老赵说这些话，心里说不出的踏实。反观他，伪造诊断证明、捏造式煽动网暴，每一条都够他喝一壶的。这个男人终于不再忍了。王丽听说我们请了陈律师，还预销了200万诉费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他拖了好几个人来说和，先是老家的小婶儿，后来是村支书，
最后连我娘家那边的表姐都打来了电话。淑芬啊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到法院去？传出去多难听。他打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一家人？他发视频造谣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一家人？表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，不再劝了。别想了，吃水果。我拿起一块苹果，咬了一口，脆生生的。赵总，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商量着来？王丽她年轻不懂事儿，您大人大量。调解那天，王丽没来，只派了个中间人。中间人是王丽娘家那边的亲戚，姓吴，在县城开了个小饭馆。他年轻，30好几的人了，还年轻。那您说这事儿怎么才能了？老赵没看他，低头翻着桌上的文件，让他签这个。吴老板低头一看，是一份调解协议书，上面写着王丽和赵强自愿放弃一切财产主张，同时王丽需在网络平台上公开道歉，承认之前发布的视频内容系捏造。这条件也太苛刻了吧？不签也行，那就法庭上见。吴老板的脸色变了。凭什么让我放弃继承权？那是他亲儿子的，他不在了，不留给他，留给谁？他倒是想得挺远。吴老板回去传了话，王丽当场就炸了。这句话不知道怎么传到了老赵耳朵里，他听完没发火，只是笑了一下。我坐在旁边，心里一阵阵发寒。我们还没死呢，他就开始惦记遗产了。陈律师，遗嘱的事你帮我起草一份，我名下所有财产，包括房产、存款、理财、公司股权，全部由我妻子刘淑芬和女儿赵瑶雅继承，我儿子赵强一分不给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赵大柱，你死了不带进棺材吗？强子是你亲生的，你给他留1分钱会死啊！王丽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遗嘱的事儿，气得直接在电话里骂开了。我的钱我想给谁就给谁，你管不着。你就不怕老了没人管你？你年纪大了那天，看谁照顾你？我有老婆有闺女，不劳你操心。电话那头传来禁止摔东西的声音，然后是一阵忙音。过了不到1周，赵强又来了。这次他没站在铁门外，而是蹲在小区门口的马路牙椅子上，抽着烟，脚边放着个编织袋。保安打电话上来的时候，我正和老赵在院子里浇花。赵先生，您儿子在门口蹲了2钟头了，要不让他进来？老赵放下水管，沉默了一会儿。让他上来吧。赵强进门的时候，我差点没认出来，他瘦了一大圈，颧骨都凸出来了，眼睛底下青黑一片，胡子拉碴的，身上的棉袄皱巴巴的，袖口还开了线。他站在客厅中间，低着头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我心里一酸，差点没忍住。离了，这回是真离了。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着他没说话。王丽把房子卖了，钱全拿走了，他没说，车也卖了，我什么都没落着。他卖了你的房？那房子写的他的名儿，当初买的时候您和爸出的钱，他说写他名方便孩子上学，我就同意了。我看向老赵，老赵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。你现在住哪儿？厂里宿舍。我在城南找了个厂子干装卸，1个月4000多。装卸？我儿子从小到大连碗都没洗过，他去干装卸，你干得了吗？干不了也得干，不干没饭吃。那天赵强在我们家吃了顿饭，吃他了3碗米饭，红烧肉几乎全是他一个人吃的，吃得满嘴流油。我看着他的吃相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走的时候，我偷偷往他口袋里塞了2000块钱。老赵看见了，没说什么。晚上躺在床上，他忽然开口：“你给他钱了？”“嗯。”“给了多少？”“2000。”老赵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下不为例。”“他30好几的人了，得学会自己站起来。咱们能养他一辈子。”我没说话，但心里知道老赵说的对。王丽离开赵强后回了娘家，但她娘家也容不下她。她嫂子嫌她白吃白住，天天指桑骂槐，她只好去了南方打工。听说在东莞一个电子厂里做流水线，一天站12个小时，月薪3000多。以前那个穿着红大衣在镜头前哭诉的可怜儿媳，如今穿着灰扑扑的工服，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同一个动作。她给赵强打过几电话想复婚，赵强没接，她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，哭着说：“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您让强子接我电话成。”我握着电话，听着他的哭声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。王丽，你当初打我那5个巴掌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有今天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挂了。
赵强在厂里干了大半年，升了班长，工资涨到6000多。他瘦了也黑了，但整个人精神了不少。他开始往家里买东西，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是水果、牛奶、点心。每次来都不空手。有一次他带了一箱橙子，说是厂里发的年货，他自己舍不得吃，拿回来给我们。我把橙子切开，很甜。老赵吃着橙子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这橙子不错。”赵强听了，笑得像个孩子。我看着他笑，忽然觉得这个儿子也许还有救。腊月23小年，赵强带着一个姑娘回了家。姑娘姓林，叫林晓，是厂里的会计，家在隔壁县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说话轻声细语。见了我和老赵，规规矩矩的叫叔叔阿姨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主动帮忙摆碗筷、端菜。吃完饭又抢着洗碗。你跟强子处多久了？半年多了。他这人粗，没欺负你吧？没有，强哥对我挺好的。晚上他们走后，我和老赵坐在沙发上，你看那姑娘怎么样？比王丽强。我笑了。那当然，王丽那会儿进门连碗都没洗过一只。窗外的月亮很圆，照着院子里的桂花树，树影婆娑。我靠在老赵肩膀上，闭上了眼。赵强在厂里干了1年多，升了主管。那天他兴冲冲的回家，手里提着个袋子，里面是一条围巾，深灰色的，羊绒的，摸上去软乎乎的。妈，给你的。他把围巾塞到我手里。头一回发奖金，不多，您别嫌弃。多少钱买的？我摸着那条围巾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不贵，几百块。我知道他在撒谎，羊绒的围巾几百块买不来，但我没拆穿他，好看，妈喜欢。爸，这是给您的剃须刀，您那个不是坏了吗？赵强又掏出一个盒子递给老赵，老赵接过盒子，打开看了看，没说什么，但我注意到他把剃须刀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嘴角微微翘着。晚上老赵躺在床上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他总算懂点事儿。”我嗯了一声，把脸埋进枕头里，眼泪无声的淌。那年秋天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是王丽她嫂子打来的。王丽手指头被机器压了，断了2根，厂里赔了半万块，但她一个人在外地没人照顾，她娘家人把接回来了。我握着电话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她现在咋样？能咋样？整天哭，手废了活也干不了，天天就知道吃闲饭，她快待不下去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把这事儿跟老赵说了。老赵沉默了很久，他想回来找强子。我没问，但他嫂子打这个电话，估计就是这个意思。老赵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。强子现在有林晓了，过去的就过去吧。赵强也听说了王丽的事，他那天下班回来脸色不太好。妈，我想去看看他。我没接话，看向老赵。老赵放下手里的报纸，看着赵强。你去看了他，然后呢？赵强低下头。我不知道，就是总觉得心里过不去。他当初打你妈5巴掌的时候心里过得去，他发视频造谣伪造诊断证明告我们遗弃的时候心里过得去。你想去就去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你去看他，林晓那边你怎么交代？赵强不说话了。赵强在沙发上坐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。我不去了。我偷偷给小雅打了个电话，让她给王丽转2万块钱。妈，你疯了！他当初怎么对你的，你忘了？小雅在电话那头急了。我没忘，但她现在手指头都没了，日子不好过。这钱不是给她的，是买个心安。咱们不欠她的了。小雅沉默了半天，最后说：“行吧，我转。但妈，就这一次。”钱转过去之后，王丽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哭得说不出话。我挂断了，让过去的都过去。赵强和林晓的婚事定在了第2年春天。林晓家没要彩礼，只说对姑娘好就行。我和老赵商量了一下，还是给了8万8，算是心意。婚礼不大，就在酒店办了10几桌，请的都是至亲好友。林晓穿着红嫁衣给我和老赵敬茶的时候，规规矩矩地叫了声爸妈。我接过茶，手都在抖。这声妈，我等了太多年了。老赵喝了茶，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林晓。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。林晓红着脸点头，我看着他们俩站在一起的样子，心里忽然觉得老天爷还是公平的。婚后，赵强和林晓在城里租了房子，林晓贤惠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赵强也像换了个人，每天准时上下班，再也不出去瞎混了。老赵把名下那套小户型收拾了出来，叫赵强来过户。这套房子写你和林晓的名字。老赵把钥匙推过去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的日子你们自己挣。赵强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老赵抬手止住了他。不用谢，你好好过日子就是对我最大的谢。赵强眼圈红了，使劲点了点头。王丽后来嫁了人，他嫂子给他介绍了个邻村的，是个酒鬼，喝了酒就打人。她嫁过去不到半年就被打进了2次医院。这些话是老家亲戚传过来的，我听了1次，不想再听第2次。妈，你心疼他吗？不心疼，但也不恨了。恨一个人太累了。我60多岁的人了，剩下的日子
只想好好过自己的。那年秋天，我的花店终于开了，在小区门口租了个小门面，老赵帮我装修，小雅帮我设计招牌，赵强和林晓帮我搬花。开业那天来了不少人，我穿着一条素色的裙子，站在花店门口，给每一个路过的人送了一支康乃馨。一个年轻姑娘接过花，笑着说：“阿姨，您这店真好看。”我笑了笑，没告诉她，这个花店我等了30年。年轻时就想开，后来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伺候公婆带孙子，一拖就是大半辈子。现在终于开了。小雅考上了研究生，学的是法律。通知书寄到那天，她举着信封跑进花店。妈，我考上了！我正给一盆绿萝浇水，手一抖，洒了一地。考上了，真考上了！以后谁敢欺负咱家，我来打官司。老赵从后面走过来，接过通知书看了看，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笑。好，学法律好，以后你爸公司有什么合同纠纷，你帮着看。爸，我那点水平还看不了公司合同。那就慢慢学，不着急。那年冬天，老赵在海南买了套小房子。年前我们飞过去过年，大年30那天，赵强带着林晓也飞过来了。一家人围在餐桌前吃年夜饭，窗外是椰子树，远处是海，海风吹进来，暖洋洋的。来，干杯，祝咱们家越来越好。干杯！酒杯碰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我吃着菜，看着老赵，看着儿子儿媳，看着女儿，忽然想起几年前那个春节，王丽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扇我巴掌，赵强低头玩手机，一屋子人没一个站出来说话。那时候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了，可老赵站了起来，他把银行卡塞到我手里，把他的外套披在我肩上，拉着我的手走出了那个家。他带着我住进酒店，带着我看新房子，带着我一步一步把失去的尊严全找了回来。想什么呢？我回过神，看着他的眼睛，60多岁的人了，眼角的皱纹很深，但眼神还是和年轻时一样清亮亮的。想那年你带我走的时候，那5个巴掌。老赵笑了笑，值了。窗外的海面上，烟花一朵一朵炸开，把夜空照得通亮。我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值了。